先說一個我看着都樂了的，這届世界杯俩人一吵架，誰要是抬手把嘴一捂，可能当场就给红牌撵下去。这还只是其中一条。决赛中场，破天荒要办一场演唱会，比赛用的球里头还装了芯片，会自己跟裁判打小报告。我数了数，规则一口气改了20多条。说實話，我常上球不落，裡頭還有好幾條是我查完才整明白的。而且這些改动沒一個是 FIFA 拍腦門想的，基本每條背後都有一場真把人坑慘了的球。今天老馬給你挑12條最該知道了，咱從那張紅牌唠起。第一條，捂嘴紅牌，這事兒得從今年2月說起。皇馬踢了場硬仗，對手是葡萄牙強队本菲卡，皇馬的当家球星維尼修斯进了全场唯一一個球，回頭就跟裁判告狀，說本菲卡那個阿根廷邊鋒罵他，還罵得挺難聽。可壞就壞在那哥們說話的時候拿球衣把嘴捂上了，鏡頭拍不着，找人读唇也读不出来，最後官方還是把他禁赛6场。可他到底骂啥了，到現在都沒人能說清。FIFA一看這架勢，乾脆立了條規矩，往後吵架捂嘴紅牌。這條你品品，特別像開會的時候有人捂着嘴說你壞話，回頭你想找證據啥也沒有。關鍵在哪兒呢？裁判壓根兒不用證明你說啥了，你這一捂本身就算犯規，因为你明擺着不想讓人知道。當然了，你跟對手摟着肩膀捂着嘴了悄悄話沒事兒，所以裁判得1秒鐘之內分清楚你這是罵人呢還是嘮嗑呢。這活給我也不幹。第2條，得好好撈了这屆的球，它真不簡單。官方用球叫 try on 的，裡頭塞了個傳感器，1秒鐘記500次，你每碰一下球它都記下來，實時傳給裁判。說白了，球自己會打小報告。這球主要幫着判越位。先給沒咋看過球的朋友說越位是啥，簡單講就是不許你提前溜到對方球門口蹲着等位球，你得跟對方最後一個後衛齊頭或者更靠後，這球傳給你才算數，要不然誰都往門口一杵等球，這球沒法看了。以前判越位，靠邊裁拿眼瞅，再叫場邊看回放的裁判核对，慢還容易吵。現在 FIFA 給48支隊每個球員都做了 3D 掃描建了模型，攝像頭盯着你身上幾十個點 ，AI 自己算。越位明顯的，直接一句話喊進邊裁耳機裡，他當場就舉旗。說白了，越位這事兒頭一回是機器先開口，人在點頭。足球吵了幾十年的老問題，這回交給一塊芯片了。我也說不好這算進步還是少了點吵架的樂子，反正是真快。第3條跟規則沒關係，但它特別能看出 FIFA 在打什麼算盤。今年決賽破天荒頭一回中場要加一場演唱會，就跟美式橄欖球的超級碗一樣，人家那中場秀全球幾億人就為看明星唱歌，地點在紐約，操刀的是 Coldplay 主唱那幫人。老球迷已經開罵了，先不倫不類，踢個球咋還整上文藝匯演了？可 FIFA 算盤很清楚，他要的不只是球迷，是整個美國市場的錢包。這個信號你先記着，等會兒還得再說他一次。剛說這3條只是開胃，這次一共改了20多條。說到底，核心就倆字兒：堵漏洞。過去10來年，球員把規則的每條縫都鑽遍了，拖時間、裝受傷、磨磨蹭蹭往場下挪，擱以前全合法。這批新規就是衝着這些縫來的，一條條焊死。接下來這一組全衝着一件事兒，把被偷走的時間搶回來。第4條，先說門將，以前門將抱着球能拖6秒，超了也就輕判一下，基本沒人當回事兒。現在改成8秒，罰的還很多了，一超時直接判角球給對方。這跟籃球進攻有時間限制一個道理，不許你抱着球磨蹭，而且裁判會把手舉起來，當着全場用手指頭倒數5、4、3、2、1。門將拖時間，這门祖傳手藝，這回是真不靈了。第5條，換人，被換下去的人從舉牌那一下開始算，只給10秒。還得從最近的邊線走，不許慢悠悠繞大半個場。超了咋辦？替補就得在場外乾等滿1分鐘才能進來。
這1分鐘你的隊就是10個人踢人家11個，吃虧。這条已經坑過人了。今年5月底，日本跟冰島踢热身赛，85分鐘冰島換人，下场那哥們儿磨蹭了一下，超了10秒，替補被攔在場外，結果就這1分多鐘，日本進了球，1-0，冰島輸了。所以最後幾分鐘慢慢換人耗時間那套，現在是要付學費。第6條，界外球和球門球也上5秒倒計时。界外球就是球出了邊線，用手扔回场內那下；球門球是球出了底線，從門將腳下開出來那下。這倆只要拖過頭，球權直接歸對方。為啥盯這倆？你算筆賬，一場球平均得有30來次，每次磨個10幾20秒，加一塊就是好幾分鐘的死時間。這幾分鐘 FA 想還給比賽。第7條，置裝受傷，這一條最狠。以前有個經典套路，球隊想喘口氣兒，門將哎呦一聲躺地上，队醫慢慢悠悠走过來，趁這功夫全隊湊到教練跟前聽戰術，一次免費暫停還合規。現在兩頭都堵死了，一頭場上讓队醫治療的球員，比賽一恢復至少得在場外待1分鐘。你想要队醫就得先下去，門將還有撞到頭這種除外。另一頭，門將受傷的時候，隊友不許再往教練那邊湊了，傷照治，但那個免費暫停沒了，再撈了 VAR 和紀律這攤事兒。先說一句 VAR 是啥，就是場邊坐着的錄像裁判專看回放，糾正場上的明顯錯判，跟網球的鷹眼挑戰差不多。這一組全是在補以前沒補上的窟窿。第8條，紀律，球員要是嫌判罰不公，賭氣走下場，紅牌。要是鬧得整隊罷賽，球沒法踢了，直接判輸，連在邊上撺掇球員走的教練一塊兒。第9條，補上一個憋了好久的漏洞。先說個常識，一場球你要是吃了2張黃牌，2黃加一塊兒就等於1張紅牌，得下场。以前 VAR 能回看直接的紅牌，可他管不了這種2黄湊1紅，意思就是裁判要是錯給了第2張黄牌，把人冤枉罰下。這錯以前沒法改，一個球員的世界杯可能就因為1張冤枉牌沒了。現在不一樣了，第2張黃牌 VAR 也能查，連發錯人都能揪，牌亮給了不該亮的那個也能改回來。反正不管你這紅牌咋來的，現在保護都一樣。第10條 VAR 现在能往前多看一步，啥意思呢？比如要開角球了，可就在開之前，進攻球員先偷偷推了防守队员一把，這種小動作以前沒看見就過去了，現在能回看取消。以前老出這種亂子，球都進了， VAR 還在那磨嘰這角球該不該給，全場都懵。現在好了，有爭議先停一下，捋清楚再開，但有個條件，不能為這個把快發球的節奏拖沒了，該快還得快。第11條，這條是專門為一樁冤案改的。去年歐洲一場大比賽，馬競的前鋒阿爾瓦雷斯主罰點球，腳下一滑，支撐的那只腳先蹭到了球，然後才踢進去。規則有條老規定，罰點球你不能連碰2下球。慢鏡頭一放，他這算碰了2下，球被吹了，馬競也跟着出局。球迷當時就炸了，人家明明是滑倒，又不是故意的。於是規則改了，要是不小心碰了2下，球還進了，這球不算，但給你重罰1次。要是在點球大戰裡，這腳就算沒進，不小心和故意，這回總算分開算了。第12條也是最後一條，純屬好玩，但真科幻。裁判帶上攝像頭了，一個微型高清攝像頭裝在裁判耳朵邊上，給你第一人稱視角，裁判看到的你也能看到。聯想做的技術，專門防抖去糊。點球大戰啥感覺？罰球的人朝你衝過來啥感覺？這一屆你能從裁判的眼睛裡看一回。最後落一條你一定會注意到，但FIFA不太想多聊的。今年每個半場踢到大概22分鐘，比賽會停3分鐘讓球員補水，理由挺正當，北美夏天太熱。去年在美國踢的一個大賽，就有球員說熱到頭暈，還有人說腳趾頭、指甲蓋都疼。但事情沒那麼簡單，頭一個這麼一停，一場球生生切成了4節，越看越像橄欖球。第二個
也是真正惹毛大家的。非法批准了在这暂停里插广告，好多人一下就琢磨过味儿来了，这到底是为了球员，还是为了那几个广告位？而且他不看天气，凉快的城市带顶的室内球场104场全停，一场不落，理由就俩字儿：统一。这20多条摆一块儿看，你会发现全冲着一个方向去的。FIFA 想要一场更快、更干净、没空的可钻的比赛，顺带还想要一场更对美国人胃口的比赛。会打小报告的球 ，AI 判越位，裁判带摄像头，决赛办演唱会，全是往这儿使劲儿。所以这届世界杯变得不光是规则，还有咱们以後咋看球。你可能也发现了，球都踢1个禮拜了，我這才開始嘮。不過說句實在的，7月之前真正值得你專門騰時間看的，也就那麼幾場。下一期老馬給你把這幾場挑出來，哪場不看後悔，哪場可看可不看，省得你瞎熬夜。這20多條裡，你覺得哪條最能改變你看球？評論區跟我嘮嘮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